超狂职业女汉子让陈佩琪很敏感。第一个出来有太多的想不到了吧？想不到，第一个已经35岁了，也想不到已经结婚生子了。3个小孩。你不要告诉我你也结婚了。都结婚了。他们怎么都条件这么好，都这么早结哈？看着我干嘛？我离过了。神秘职业女汉子连枕边人都危险。要一直动脑，一直动脑。要一直动脑。这好 gay 线的黄小姐好 gay 线的，但我知道了。我真的觉得我好像知道了。法医没瞎猜。你会因为这样你去查你谈恋爱对象吗？问题是你男朋友会怕你吗？已经有调查局在调查他了。欢迎收看《女王大人》。陈哥啊，怎么样了？你有没有认识专门教美姿美仪的老师啊？八小玉，你就放弃了吧？我？你都年过半百，行将就木了，你是为了什么通告要学美姿美仪？你才年过半百，行将就木。哦，我年过半百，但还没有行将就木哦。我是要帮我女儿恩瑜找老师。恩宇才3岁耶，对啊现在学美姿美仪会不会太早了我最近觉得我们家恩宇行为越来越 man。 ？Man， 前2天，我晚上收工回家，一回到家看见恩宇单手靠在桌上，翘个2郎腿，边抖脚边读故事书，像个烙饼一样啊！烙饼啊？老兵哦，老兵啊，我就跟你说了，身教很重要啊。你看，恩宇跟你平常在休息室一个样子啊。哪有？有时候你就这样，有，你敢说没有？好好聊天哦。你也别担心了，这年头谁说女生一定要温柔婉约、楚楚动人呢？是吗？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3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女汉子。他们的特殊职业可能连男人都不一定敢做，我保证让大家大开眼界。大开眼界。首先，先欢迎3位艺能界的社会观察家，他们也都是女汉子，我们欢迎他们出场。首先欢迎陈佩琪，佩琪姐。哇！欢迎黄巧芯。还有，欢迎尚安妹。欢迎。在这边见过3位汉子。呀，客气了。我们今天呢，不能说我们说你们是汉子就是汉子吧，对吧？证实一下，证明一下。来，马上第一个环节。老娘就是铁打的女汉子，只要我想做，怎么不痛啊？不会啊？只要我想做，没有做不到。都呛的一直往。只要你想做，没有做不到。其实以前都是以前，就是不要装，怎么了？尽量不要装温柔，我受不了。我们有在做形象的这边。我现在真的温柔很多，好吗？真的，在我们内湖附近这边大卖场。然后我在结账的时候，因为我个人本身就比较害羞，所以我出门都戴帽子、戴耳机、戴口罩。有没有提过？即使你这样，还是有粉丝把你认出来。有的是有的，但是我还是要自我保护一下。我觉得这样子我会比较安心。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完全把自己隔绝于世界之外。然后，但是我就在那边排队结账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听到，前面好像是声音蛮大的。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些骚动，耳机一拿下来，一个老外。白人，他就对着那个收银员骂说：“你为什么不会讲英文？你为什么不会讲英文？”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哪里有问题吗？他是收银员，为什么要跟他讲英文？”然后都没有人要出来替那个女生讲话，我就耳机拔掉，然后跟他讲，跟那个老外讲说 ：“What's your problem? Here's Taiwan. You should speak Mandarin.” OK， 哇塞！然后我就跟他讲立场表明了，你知道他很大声啊。就是还是一样在那边大声咆哮，我就已经不管他讲什么了，然后他就东西赶快拿一拿，然后就走，然后我在他沿路走，他就一直大声的一直，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收银员的主管也冲过来，然后就是一直安抚着那个老外 ，I'm sorry，然后就走了。回头他也没有安抚那个收银员这件事情我写出来的时候，我除了写这件事情之外，第一我觉得，就是公司的主管应该要安抚一下自己的员工，因为员工一定会觉得，天哪，我这样子会不会被公司处罚？但是我觉得公司主管并没有
稍微安抚一下，你可以不用去赞成说哦你这样是对的或者是错的，可是你要告诉员工说你辛苦了，或者是没事哈，我们继续工作就好了。然后再来，为什么男生还有我旁边也都有别台收银员啊，旁边也都站了一堆男的啊，这些男人为什么都不讲话啊？你们都没有跳出来帮这个女生解围哎。然后你知道，等到我结账的时候，那个女生才跟我讲说谢谢你，谢谢，但是她不知道我是谁，因为我就是帽子、口罩都戴着。的确，就有人回头来看我，就是说，或许那些男生听不懂英文。我说，就算听不懂英文，可是你也看得到当时的场面是不好的，是火爆的，你可以站出来吧。一个老男人对一个小女生吼，你有事吗？你不用出来站一声吗？而且万一那个老男人他突然一个心情不爽，他就揍那个女生，那我问你怎么办？所以一定要站出来的嘛。侠女，真的是侠女，超气的。你像我有看过那种路上哦，有男生抓着女生的衣领，都已经男生抓着女生的衣领了，可能两个小情侣在吵架，然后周围一堆人就在那边看呢，都不停下来的。我立刻抓着我朋友，然后我就直接站在那边，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为什么要打女生？对，不要搞得暴力无所不在的感觉。这个我可以理解哦。我跟你讲，我以前哦，国小的时候，因为我国小跟我哥是双胞胎嘛，但是我们高年级我们就没有同班了，所以我们回家就各自回家。然后有一天呢，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在走路的时候，就忽然远远的看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是我哥，你知道吗？我哥就等于我哥面对我，然后另外一个男的在他的对面这样子。那个男的就这样子吐我哥，你知道吗？不知道在干嘛，你知道，可能在有点小争执，挑衅他，有点在挑衅。然后因为我哥的个性就是你知道很温的那种，就这样的那种人。然后我那时候我真的想都没有想，我也没有管对方是个男生，没有。刚好那天我有带雨伞，我真的就从后面我跑过去，然后抽他，太棒了，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那男的吓傻，你知道吗？后面想，哎呦，被打下，然后翻过来，然后说你妹好恰，然后就跑掉了，解救了一个男子，我哥，自己哥哥。现在的你还做得出来吗？现在我老实说，真的要是有些人真的被欺负，我还是做得出来。自己的好姐妹被欺负也做得出来。当然，绝对，这绝对是二话不说。哎呦，都是侠女。我觉得我比较没能耐，就是帮动物收大体这件事情。收大体。我第一次帮忙收，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垦丁工作，那垦丁去横村有一段路都开很快嘛。然后是那时候就有时候每次开车工作完要回来很晚了，眼角余光又有一道血痕。然后我想说，然后我们就绕回来看，就有只狗被路杀，是当场吗？对，就是整个不是很多吗？台湾很多，碾爆了。我们就车子停要远远的，然后打远灯，然后就跟我朋友去那个旁边的水果摊，然后留个纸条说，我跟你买一个篮子，然后就跟我一个朋友，就是我捞后面的脚，然后扶住他的肠子，我朋友就拉他前面的头，已经断掉了吗？已经对，就是分开了，被压烂了。对，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一人扶一个，然后捞到那个篮子那边，然后拿到旁边去，然后留纸条说篮子里面有一个动物的大体，然后再请那个清洁队的来处理。然后可能因为后来有第一次之后，就有更多的后续。然后到后面呢，就有朋友他们，包括有一次是那次的那个冬天很冷，是那种类似霸王级寒流。然后那个游艺场的朋友，他就是在群组里面说，哎，有死猫怎么办？我说如果你们可以等我的话，要不要等我下班我去帮你弄？就我去那个店里面，他们是在那个吸音棉上面，什么上面？吸音棉上面啊，你一点都没有害怕吗？不用不会。然后我就上去走说因为他们说那是猫刚走没多久，然后我就摸了一下，我就说走很久，已经冷了，有一半已经干掉了，因为它有点远嘛，我就说有谁可以来帮我捞一下它，然后下面那个2个帮我扶梯子的男生就这样子，冷漠脸，连男生都害怕，冷漠脸。然后我就说那你可以给我东西把它吼过来吗？他们厨房找了一个猴追吊的勺子，然后我就猴追吊，把它捞过来吗？把它捞过来一点，然后在吼过来的路上呢，就是噼里啪啦东西就往下掉，我们都以为是那个天花板的尘螨，是什么？都是蛆。很久了耶，都是蛆啊，都是蛆掉下来了，然后下面帮我扶梯子的2个男生就这样子往后退，然后我从梯子下来之后呢，我就去门口等那个收大铁来，因为他们不敢看，就在门口就看到几个男生开始在那个里面大喷吸那个除虫剂，然后扫了一大堆的那个蛆。你会因为这样瞧不起那些害怕的男生吗？不会，我可以理解，
但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动物的感情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敢呐。那么多我觉得是经验，而且又长满了蛆，哎，你能说你不怕吗？我可以理解他这么爱动物，他可以做到这件事。对，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可以理解。听到这里，真的很伟大。王小姐，要这个才叫妹。哎，没有，我跟你讲，我的女汉子的汉是汗臭的汗，好不好？不同的汗。你会不会是冒冷汗的汗？没有，是汗臭的汗，好不好？你很瘦哎。没有，但我跟你讲，之前我搬家嘛，我买新房子嘛。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在家里装潢，但自己刷油漆那些基本嘛，对不对？那个我们就不要讲。基本啊，我知道你要省钱，所以你都自己来。对，因为我想说那个其实很简单。哦，你从1楼搬冰箱上去是吧？没有，冰箱这个不是用搬的，用吊的。这个都没有了，我家有电梯，我家有电梯。OK， 好，反正重点就是呢，就刷好油漆那些都弄好了之后，但因为我买的是2手房嘛，然后原本呢，屋主呢有给我一个吊灯。因为我家3.6米，比较高，蛮高的。对，所以要有一个吊灯比较大气，你知道吗？所以原本有吊灯，就后面呢，屋主卖我房子之后，他把吊灯给我拆走了。拆走之后呢，天花板上面就一条这样子电线拉下来嘛。但是没办法，那我势必我得再去买一个吊灯，补那个位置，或吊扇之类的。对，一定要嘛。我就用网路买了吊灯，然后重点那个吊灯寄来哦。那个吊灯它是有8个头嘛，这样很高级的嘛，它竟然还是一片一片的，我要自己装一片一片这样装。重点是里面的电线我要自己接，所以我就开始边用。你为什么不找专业的？没有，因为那是网络买来的，因为比较便宜，你知道吗？找个人帮你接一下就好了。没有啊，就是你那个工钱可能都比那个吊灯还贵。真的吗？因为我吊灯才买，带你们看那照片，我吊灯有够美，才买1500啊，真的才1500啊，然后我就自己接好了线。真的好高哦！对，你往上看，3.6米，有够高。然后反正重点是，我就开始那边上网看怎么接线嘛，我就自己在接线。这时候看的蛮好看的哦，很好看，超美的。自己接的？我自己接的。OK。我跟你讲，我自己接好了线了之后，我男朋友呢自始至终就在旁边讲。然后我自己接好了之后，那我当然要找人帮我装啊，因为那个吊灯这么高哎，就我打电话一去问。因为那个灯是我自己的嘛，所以没有人要帮我装。对啊。水电行说可以装，他说：“哎，你家的状况？”我说：“哦，我家是3.6米。”他说：“哦，好，那这样的话安装费就差不多是6、7千这样子。”Oh my god， 在跟我开玩笑吗？6、7千，我灯才1500，我就当机立断决定，我要自己装灯。好强哦！我就立刻看 BXQ 的装灯的方法，看了之后，我跟你讲。那灯超重，然后我家3.6米，我就跟我的那个楼下，反正就跟那个管委会跟他借了梯子，然后你知道那个吊灯，它上面不是是软软的那种吗？不好意思，到目前为止，你的男朋友都坐在那边。我男朋友就在那边这样子的，装忙啦，就是装忙吧。他连一点，不要去借梯子，什么都没帮。有他帮忙拍照了。对，他帮我拍照，记录这一切。这个至少我们之后上通告还可以赚回来，对不对？我跟你讲，我那个线也这么复杂哦。那个线很复杂，之后我还要自己缠电火布哦。然后最后我整个灯弄好了一整个嘛，它不是这样子会这样摇摇晃晃。我上那个梯子没办法上2个，我的身体还要撑住那个灯，因为我一只手要抓，另外一只手要缠那个天花板的那个电线，2个要合在一起，然后我还要电火布把它给转起来。然后从头到尾，我男朋友的忙呢，就是可能帮我扶一下梯子，然后当我线接好了之后，他说好看一下，在里面按那个开关，看灯会不会亮。一看哇亮了，好高兴哦。就这样，等一下，这很强哎！你只有关开关哦，你没有关总电源哦。有了，一开始有关了，当然有关，这点知识。对啊，这要早就我的黄乔欣享年28岁了。可怕，好强哦，好厉害，对吧？怎么样可以把3位汉子有不同领域的强悍，强悍，真的强悍，蛮好哦。俗话说一 man 还有一 man。谁说的？你不要管。今天晚上我们也邀请到3位不同行业的女汉子哦，她们的职业可能连男人都不一定敢做哟。哎呦，马上欢迎她们出场。首先欢迎第一位小蔡 Q， 欢迎，好可爱呀！这个外号就很特别啦，这个小名小蔡 Q 是怎么取的？小菜 Q 就是在这个行业是个菜鸟。
啊，小菜鸟。那 Q 是我的绰号可以知道你多大年纪了吗？ 35。看不出来，学生感很重。哦，你装小装的很成功哦。哦，看不出来。35啊，对应该还没结婚。结婚了，生小孩了吗？有。啊？我最小的已经小一了，什么？你有2个啊？我最大的都国中了。那为什么有几个？很少女生3个，啊？夸张！今天的主题是谁最会保养吗？对啊，今天先下入场好吗？这女孩子属于保养界的吗？真的太强了吧！我们要猜她是干嘛的？因为今天我们特别强调说，3位今天介绍来的女汉子，她们的工作可能是男生不敢做的事情，大部分男生不敢做的事情。第一个关键字，野超玩超野，米亚超户外需要用到体力的吧？是户外要用体力的，是户外，是。来第2个，是要拿重物的吗？偶尔需要穿工作服吗？要耐脏的，啊，耐脏的，挖地下水管的，哎，很有可能，可是晚上不用拿的。有些工地要晚上是要晚上地下水管很辛苦，很多重物好不好？啊，所以的。还有他说很偶尔哎。是哎，偶尔啊，第2个关键字上下要很高吗？有在2楼吧。才2楼而已，就到2楼。 2楼。目前为止我猜是修道术、行道术修剪行道术的。 OK， 哦，我知道还有一个可能，不到哎，行道树不会晚上修剪啊？我知道还有一个可能了，他是那个电信公司的维修员，要上那个电线的那个，可是电线它2楼不止2楼哦，他才到2楼哎。电线很高的。那个不止2楼。第3个关键字很吃技术啊，维修员啊，电线维修员、网络维修员，请问一下，算公家单位吗？不是，哇，那不是，是私人单位哦。你自己接，是你公部人老板吗？公部门当中的。你不会自己是老板吧？我不是老板啦，老板娘啊？对啦，也算啦。是啊。所以你们是公部门里面外包的单位吗？不是自己做不是公家的，不是公家的，自己做。挂帆布的那种，竞选人员的那种什么广告看板啊等等的那种。啊，广告不可以不只有2楼，遮雨棚呢？不是不是也不是，不是搭建类的，不是搭建类的，维修类吗？好难猜哦。哎，我觉得猜不来很痛苦。再给一个线索，最精确的线索要有证照，要有证照。你很吃技术，要不然啊不然呢？很吃技术，有的有证照还不一定技术好啊。或者是有技术但没证照。对，早野超晚野超，我要看，我要看。这个好难猜。对，太难了。超狂职业女汉子让陈佩琪很敏感。第一个出来有太多的想不到了吧？想不到，第一个已经35岁了，也想不到已经结婚生子了。3个还3个小孩，你不要告诉我你也结婚了，就结婚了。他们怎么都条件这么好，都这么早结哈？看着我干嘛？我离过了。我要看，我要看。这个好难猜。对，太难了。还是你们给的线索想得到吗？想得到这是吗？你困扰啊。对啊，想得到吗？想不到，完全为什么是2楼啊？因为要上去装，我瞄到了，崩溃。什么？连结车司机，我看到那个这么重。连结车哦，他的车头那叫翼影机耶，你知道吗？那个头一影连接车啊，这个车重大概多少啊？长成这样哎，哇，超酷，像那个变形金刚那种哎。超酷，超酷，很多人不是很重吗？女生可以。对啊，不会，现在的车不会很重，现在车不重，现在车不重，现在 power 都够那个动力方向盘那个非常轻松啊，那个。对。你怎么会想到去做这一行啊？哦，因为我先生也是做这一行，你们是因为这行才认识的，还是你是跟他在一起之后才做这一行的？我跟他在一起之后，过了好几年，我才突发奇想，然后去考了驾照。那你本来是做什么的？我本来就是带宝宝啊，那时候小孩子都还是宝宝。全职的家庭主妇了，结婚应该蛮早，应该是20出头岁就结了，对，小等于孩大学毕业就结了。然后就是宝宝都带在车上，一起出门，
哇，我们家的宝宝是车上长大的孩子，好酷哦！你该不会有几个都是在那边受孕的吧？大会，你看他都讲这种的啦。不会很真实，我觉得很棒，很真实。我也想听。你觉得最难、最辛苦的部分是什么？其实开车压力很大，因为它大台死角多，然后哦，视觉死角有很多。而且孩子也在车上，哎，说能不紧张吗？现在不会都在车上了吧？现在现在没有，他们都长大了，都长大了，对不对？都要去上学了。好，讲个最崩溃的点让我听一下最。崩溃的点就是一开始拿到驾照了，就想说，我可以帮老公分担嘞，然后就很开心，然后真的上路之后就发现，马上跟我想的不一样。你刚刚说的跟我想的不一样吗？没有，你刚刚有说他说马路跟他想，马路跟他想的不一样。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刚刚也吓了一下，你们刚刚没有听成这样吗？爸爸小叶啊，没有。好，对，因为考驾照其实蛮简单的。怎么会？他考的他也要 S 型吧？ S 型前啊，不用后退，前进就好。那需要考什么倒车、停车这些东西的吗？倒车要，路边停车、上坡起步这些都要吗？上坡起步不用，路边停车不用，停车啦。路边停车也不用，不用会路边停他只要直线倒车入库就好了。天哪，考的比我们一般私家车还要简单呢。那个直线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因为它倒车，你往左边，车子是屁股往左，你倒车的时候跟我们一般开车逻辑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它是屁股它就跑右边去了。哦，就是跟我们一般倒车是相反的概念就对了我必。须得说，这真的很难，因为其实我之前还没进演艺圈之前，我有当 show girl 嘛，然后我之前有接过一个案子，就是他们就是那种大客车的那个有一个牌子叫 S 开头那个大客那个很大的那种游览，不是是给你啊对。我就去做他们那个活动，他们那个活动就是他们就是请他们的那些司机回来测验，就是他们要做测验，然后我们可能每个修狗就是你知道穿着辣妹服，然后在那边看，然后那个司机他可能我就可能站这个点，那个司机就要倒车，超多司机倒不了的，你知道吗？很容易压到线或什么的，他们每个人你知道一发现压线就超懊恼，真的很难，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吗？真的很难。你就维持你的声音是直的不就好了吗？没有逻辑不同吧？你没有办法，方向盘就不动，它会直直的一直去。没有，它会自己跑来跑去。没有四轮没定位啊。不是定位问题，是因为它有那个连接的那个轴心的问题，中间有那个，所以要一直在微调。对，要一直微调。然后你有时候因为菜鸟嘛，就不太会看，然后就左右到最后就找不到后面那一节。有因为这样跟老公吵架吗？有，常因为他觉得我很笨。就倒车的时候叫老公去倒车就好了啊，你们两个人一起跑一台车嘛。有时候分开工作的吧？你现在也不是每次都跟他一起轮流开没有，吧？我现在跟他一起。来，各位看一下哦。这个时速最高你可以开到多少我们现在有规定限速最多90， ？90就很快了，最多90大的车。这是高速公路吗？对啊，高速公路哎，你们那个车头是不是要自己买啊？自己买，我们的是自己的啦。对，这台车是几 CC 啊？几 CC？我知道是480匹，我不知道几 CC 哎。 480匹哦，那很大哎。你会有时候那个旁边有些小客车经过的时候看你一眼，然后这样子，然后他们看不到，看不太到，它太高了，因为他们看不到，看不到它了，除非我窗户有开。好，你曾经发生过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这应该让我们知道，也是3年来哦，对不对？来，就是第一次去桃园那个比较拥挤的地方，停红绿灯嘛，它是一个 T 字路，我要右转，可是但摩托车又停得很过来，然后我就已经是红灯右转灯，我可以走，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我很怕我屁股扫到他，因为有内轮差嘛，然后我就往前开，然后前面那 T 字路他们那里又可以左转，他们又一直看过来，然后我就一直看前面看左边，看前面看左边，然后最后我看到右边分隔岛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呢？然后我就想说，现在倒退也不是啊，因为后面全部都是车，然后我就继续往前开，就蹦，哇，分隔岛撞到了啦！因为他要拉大圈进去了，然后后面有拖，他要拉到很大。你知道，你看人家过弯的时候，这大车都会拉到这2线道，对，拉到最内线道，然后从外面拉进来，从外面拉进来，然后才有一个大一点的弧度，它的半径需要很大，半径要很大。那个差别那叫内轮差。科普一下，很多人就想说，哎，我有缝可以钻，可是过去它就被对啊，假死。那爆胎怎么办？
啊，就赶快靠边打电话。哇，那就一台车挡在那嘞。我有靠边啊，一台大车，哇，你怎么撞成这样子哦？对啊，你干得好哎！连轮框都我被骂爆了。真的骂爆你。这车爆的可厉害了，这台钢圈可以变成这样，你这个撞的蛮用力的。对那啊，就那全部都是你看，我的杰作。哇哦，啊，你给我笑得出来，你袂歹。真的很难你就忘整个这样安哎。尼磨了安尼。哎，我后来到现在经过那里，我都会敲特别大拳。都要敲，要敲出去，特别的它整个后面的箱子才能这样拉过来。对，辛苦辛苦。就是用金钱继续教训。很厉害。很帅啊，但很帅。好，第一个出来有太多的想不到了吧？想不到，想不到第一个已经35岁了，也想不到已经结婚生子了，三个还是更想不到已经生3个了，就是开连接车的。好厉害哦，帅哦，这个小菜 Q，谢谢你，谢谢。欢迎第二位，这位是宁轩，欢迎宁轩。这个外形都是蛮女生的耶。欢迎宁轩，欢迎，来请这边请。宁轩有30吗？有，哎呦，你不要告诉我你也结婚了，都结婚了，你不要告诉我你有2个小孩哦。有一个小孩。已经有1个小孩，他们怎么都条件这么好，都这么早结哈？看着我干嘛？哎，超大胆职业女汉子小安梅当场下跪。大学是读特殊教育系，特教那本来就想说要走老师这个职业，但 OK 是很适合。就是缺乏一点刺激感，就是好像我比较喜欢选的太户外刺激了。这个太刺激了，这个。这绝对是值得佩服，我会。 We're gonna take it to the very, very top. 条件这么好，都这么早结哈？看着我干嘛？哎，我们还没结，还单身。我离过了。你抢先一步了。他一直盯着我看，哎，看不出来哎。好，他第一个提示等于是废话，要用力气。下一个，要用力气，你们哪个动要用上半作不用力？身的力气还是下半身的力气？全身的力气。全身的力气，扛水泥了，扛水泥了。瓦斯桶，可是他看起来很水，扛水泥不可能他，皮肤很薄哎。绝对不可能。他一看扛水泥就扛的量，扛的不大。人家扛1包，人家同事男的都已经扛4包了。而且他皮肤白白的，你看他皮肤白白对啊的。，我可以摸一下你的肩膀吗？可。以，有硬吗？正常硬，正常硬，正常硬。正常所以不是扛的喽，应该不是。手臂的肌肉也是正常软。也是正常的。啊，并没有特别的结实，但要用力气。这个力气是什么样的感觉？像是一个搬一台摩托车的力气，还是扛1袋米的力气？摩托车以上吧，摩托车以上啊，摩托车左右，摩托车左右啊。你所谓的摩托车是只是给它扛移动，还是整台扛起来的那种？没有办法扛。没有，就是移动它。瞬间的那可能就有30公斤左右瞬间哦，的对， 30公斤左右哦。可以，我可以扛到100多斤。你的工作就是要扛100多公斤的。没有，就是有轻有重都会，就是但它能我最重扛到100公斤，这是看不出来的。就是看弄起不出来来，把它弄起来，会不会是要修我都摆的？哎，你要很常扛啊。没有，那机器人帮你千斤扛。顶之类的东西啊。对对对，你就下面这样。你们现在在，你们要不要多问一些问题再讲答案？姐姐，你赶快，你赶快，快点，我想知道。需要考试，也是要证照的嘛，也是要证哦，那就是照的啊。技术师，要考技术师证照。我们有好多种证照，好多种证照所以不是技术师那种啊。好多种也会有技术师的，你说光你这个职业就需要好几张证照，对，第3个题目前没有想法，对不对？对啊，这个太模糊。胆子要大，大，要用力气，胆子要大。搬大体啊。哎，我也是这样想哎。是不是？搬大体需要考试吗？对啊，漂亮，接体员。或者是什么急救的，因为要考很多不同的证照。什么灾难现场的对什么对没有错接体员是吗之类的，哦，说消你防员现在先了，之类的。你是不是？你现在先了吗？是吗？答对了，后面说的才对。什么？我说对了，是不是？耶！对，消防员，哇，好敬重，好敬重。消防员
员的确要很有力气耶，因为那个水管太重了，很辛苦。就整把水管从车上拿下来，又去接啊，接消防栓啊。消防衣很重哎，然后烤很多，我们大概全套穿起来大概30公斤左右30，光穿着，因为他要抗到上千度的火啊，上千度的热。你为什么会想做消防员啊？我其实本来是大学是读特殊教育系，特教那本来就想说要走老师这个职业，但是很适合。对，可是大四在实习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日复一日的教课备课，就是缺乏一点刺激感，就是好像我比较喜欢选的太刺激了，这个太刺激了，这个。对，超级因为耶。我爸爸也是个消防员，然后我就可你没有因为觉得爸爸这个工作太辛苦、太危险，你没有想说？就小时候看着他，就只是崇拜感而已。你进出几次火场了？我没办法去数哎。你现在做消防员已经几年？7年。他做7年了。哦，那数不清了啦。哇，你是消防西施啊！真的是西施哎，真的需要很多证照哎，你还需要有急救的基本的证照。对，哇，很厉害耶！好感人哦，你这个人。而且你孩子多大2岁多了，快3岁。你觉得你会因为当了妈妈之后，会想说我还要继续做这个工作吗？因为这是一个很高风险的工作，我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哎。之前曾经有这样想过，但是我就觉得，哎，这已经是我自己做的选择，那我就是也不会因为小孩的关系就好。好，最难忘的任务是什么？有没有？对，就是因为我们辖区是水域，那时不时就会遇到有人就是溺水自杀这样。那有一次出勤就是要去捞浮尸，哎呦，对，开着救生艇，那一艇有3个人，就包括我跟一个学长，那一个是在超船的，然后就是一接近他的时候，那我旁边的学长就想也没想就跳下去，然后我就想说，哇，学长已经下去了，那我怎么可以不下去？我就比较菜啊，不是有一个人在船上看守着吗？对，就是那他控船，他控船，然后我就想说，我最菜啊，我就是也要赶快跳下去。然后我就跳下去的时候，学长就拿那个丝带，就是将那个大体这样整个装在里面。啊，因为那个大体又是个女性，那她就是也有这样很长的头发。然后我们2个就这样子把她的头发这样子捞进去，还要捞进去。然后她已经不知道多久了，所以不知道多久了，对，也有点浮肿了。你在救她的时候，就是都要不能太大力，不然她可能会破皮这样。对，然后我们在用的时候，突然就一个浪打上来，然后我就整个喝到一大口水，然后就呛到，然后我们学长也有看到，然后我当时也不敢想太多，就赶快弄好，赶快上去。然后学长上岸还要跟我讲一句：“林轩，你刚喝的是。”学长很坏，学长很坏，真的。然后那一天我就赶快冲去拜一拜。哇，哎，很伟大哎，真的，好可怕哦，难想象。这个比刚才在上面救猫的那个还在精彩一点嘛？这个绝对是值得佩服，我会。这个真的要，这个太，而且尸体是这么近距离的，然后来处理的，而且你知道还带海水，你知道多重的那一袋？对啊，那袋2个人都弄不上去。我可以请问一个问题吗？你先生也是消防员？对。哦。我刚不讲了吗？消防西施。这个单位，他在这个单位，他是因为进去以后才被拔走的，好吗？这种正常。老公是这样追你追到的吗？我们是后来认识，学长吧？对，是学长。一定的嘛。说你们而且你要知道，这种都是出入火场啊，一些救灾的地方，真的患难见证真情，这是真的，而且更珍惜耶。你老公今天有来吗？有。老公，好棒哎！我这老公看起来就是很容易把握机会的人。神秘职业女汉子，连枕边人都危险。要一直动脑，一直动脑，要一直动脑。这好 gay 心的黄小姐好 gay 心的，但是我知道了。我真的觉得我好像知道了。法医没瞎猜。你会因为这样去查你谈恋爱对象吗？问题是你男朋友会怕你吗？已经有调查局在调查他。我的老公看起来就是很容易把握机会的人。什么意思？他怎么看起来像很容易把握机会？
非常好，来请回座，谢谢。谢谢明轩。哦，今天这个好怎么样？真的想厉害吧？哎，我觉得很动哎，我们的想法好肤浅哦，什么水电工啊，然后在路上呛人，我整个突然间觉得我错了。最后一位，欢迎菜子。哇！你好，梅菜子，你好。好了，越来越娇小了。看起来像女生哎，啦啦队的，进来一个越来越这么娇小啦啦队。没有，这长得像啦啦队那个圈圈，很漂亮。哦，圈圈哦，好像很可爱啊。这应该也有30。甜美系的，有30吧？有，还没结婚，还没结。刚动了。哦，对，不没小孩我们怎么会问那么无聊的问题呢？太肤浅，我们太肤浅了。啊，孩子生过几个？还没结，没坐过月子。要再活泼，好睡哦，来哦。哇，刚前面的我们基本上好像都没有哦。消防员算搭到边了，对啊，有搭到，对吧？有猜到。他的工作关键字第一行，反应要快。反应哪个工作反应要快，然后我们会认为是男生会做的事情。你的这个工作需要有工具道具在手上吗？不用，不用。你这个工作也跟体力活有关吗？也不用。完蛋，我觉得我好像，但是要一直动脑，一直动脑，要一直动脑。这好 gay 线的黄小姐好 gay 线的，但是我知道了，来。我真的觉得我好像知道了，我要是一猜就猜对怎么办？来啊！我跟你讲，塔台管理员要去想这个飞机谁要先下，谁要后下，然后我也不用干嘛，我只要想这个。朋友是做你为什么往那边猜？一个感觉，我真的有朋友是做这个的，反应要快，这个真的很难。哎呦，塔台的领航员有没有感觉？有感觉，有感觉，有感觉，有感觉。没有哎。啊，不是，耐心也要有耐心哎。所以跟交通工具有关系吗？哎，漂亮，问得好。没有，没有，瞎猜。对不起。所以你的工作是在室内坐着的，多半是也会处理的吗？也会出去，也会出去，会出去也多半会做工作地点在室内。要跟人有很多接触吗？会需要长时间的等待。对，随便一句话，你问。时间的等待，长时间的等待。刑事组啊？刑事组啊，侦查。刑事干员呐？也不对，不对啊，哦，但也要很刑警就完对了。全没有任何概念。刑警的话，他如果是刑警的话，那真的很无害，然后也很容易伪装，最适合做卧底。对，看不出来，对，最适合卧底。对，哎，不适合，常常在室内，长得很有女人味了，偶尔不适合卧底。出去，要承受第3个关键字，负能量。心理医师啊，不对啊，那个男女都可以会觉得是啊，男生，对啊，张老师信箱，那也没有，那个男女才更是生命线，那个男女都可以做啦。好，算了。要接受负能量，是不是？我又想到一个了，什么？你看他装神弄鬼最会，来讲啊。有人去世，那个法医美要去帮他查他的那个，对，要查他是得的死因美那种的法医。死因美是什么？法医干嘛？还好啊，那法医干嘛？反应要快。好啊，因为我要立刻的缝合，立刻的。是服务的对象是活体还是活体啦，活体啊，活体这个瞎猜。因为还要负能量，因为发小玉，完全没有概念呢。是走身心灵这一块吗？什么都蛮接近，谁接近？你好像也蛮接近的。身心刚刚有讲了什么吗？张老师，哎，那不是吧？生命线，生命线都很适合啊，现在女生超。哎呦，什么？想不到。大体化妆师，你们绝对想不到，绝对。都这么难。他的工作竟然是私家侦探，想不到吧？俩高完的。全没有真性社吗？哎，可是男生也可以哦，征信社，通常是男生也可以做通常是啊。男生在做对啊，没错女生也有啊，女生很少，女生好像比较少很少可。是女生比较无害啊，女生比较容易拍到那些东西。哎，你说大部分工作时间地方地点在室内耶？对，因为其实我们不是去跑案的人，有一批调查员，我们其实是想如何结案的。你是老板吗？你是征信社老板吗？我不是，
你是老板他老婆吗？也不是，他未婚啊，未婚。那我未婚啦，我没有坐过月子，所以没办法。你是老板他女儿吗？哎，也不是。可是工作感觉印象中你都在户外跟啊等线索啊。也会，但会有一批调查员，我们通常都对啊，是主要是规划怎么样破这个案。当然我们也会去当演员，因为他会他演员他要演戏啦，对，所以我们要出去。对，你什么样的契机接触到这个行业？其实就是老板是认识的，我当初没有想太多，我也不知道这个行业他招揽你吗？他说，我觉得你蛮适合当私家侦探的。对，适合当卧底，因为我们工作要一直跟负面的客户聊天打量，一些都是一些大老板的太太吗？有，不然你们常接的是什么？明星也会找你各种们？不同。我们其实任何的案件都要，你想得到想不到的，比如说找宠物啊，你的什么？之前我刚刚还有就是那种我的黄金蟒不见了，请私家侦探帮我去找黄金蟒。对，很多不同的。他们可以想出很多我们想不到的线索。对了，黄金马路过的路线去找。我想到的征信社都是跟一些小三什么有关的。对，当然这是最多感情案件最多。抓奸啦。对啊，抓奸啊，抓猴啊。有时候是劝离啊。现在还很流行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要新交一个男朋友的时候，先调查，对，先调查他过去，然后才以防骗财骗色。可是一个人的过去有这么好调查吗？可以回溯，因为现在太多感情诈骗了，可能想要骗80岁爷爷的遗产啊，这种就会来，小孩子会来找我们，想说，这个人怪怪的。我有朋友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子，去帮他女儿调查那个男生，然后最后发现真的这个男生是前科累累有问题，所以就分掉。你做这行不会让你对人性充满了不信任吗？所以你不愿意谈恋爱？会啊，有谈恋爱啊，有，会比较了解。你会因为这样去查你？那问题是你男朋友会怕你吗？我觉得会怕你去查他。他的男朋友那边已经有调查，直接调查他。超感人委托案件，陈佩琪吓出一身冷汗。在你的职业生涯里面遇过很感人的事情吗？有，就是之前有一个癌症末期的委托，他想要找他的初恋情人。他们两个会有见到面吗？有。所以我现在都会跟大家说，如果你希望你的初恋情人找你，不要换名，千万不要换电话，不要我都改字，千万不要回来找我。他的男朋友那边已经有调查，直接调查他。她男朋友不知道她在做这一行了。你做多久了？知道，我大概做4、5年了。好，4、5年，觉得最难、最崩溃的地方，应该是我们24小时都要待命。对，因为我们的客户比较多都是在负面的情绪，然后比如说家暴。家暴。他可能打来就会说，我现在被打了，怎么哪里流血啊？他不打管区打给你们干嘛？对啊，因为他可能已经在委托我们的案件啊，他想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OK， 有没有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一般就是抓奸最多嘛，每一次抓奸我都会非常印象深刻。你会看到真的肉跟肉的那种连结？不会。但我之前遇过，我们抓奸都是车开出来的时候要挡嘛，然后我遇过车窗都不打开，她的老公载着小三，然后里面还牵着手然后就直接撞我们的委托，他直接撞我们的，就是他的老婆。天哪！撞他老婆？对，他直接撞。撞了吗？撞啦！现场就去医院啦。哇，疯了！而且这个男生就是喜欢大胸部的女生，就是在这一段外遇过程中，还常常问他老婆说：“我会拿钱给你去隆乳。”这样，好坏。他对胸部有迷思了。对，是吧？而且对爱情失望哎。各位最后没有离婚。没有离婚。女生可能，所以女生真的去做胸部了，这女生还是女生就认了就吞了。男生的说辞当然就是说，因为对方是新加坡人来台湾工作，所以只是一个肉体上的问题。可他都撞他嘞。对啊，我们这种就是还是男生的那个财产非常可观。我觉得应该对不起，事情没有那么单纯。你光听这样说，只是新加坡来台湾玩一玩，然后就这样子，只是个纯粹的发泄。问题是，他都已经委托他们，表示这关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嘛。什么叫来台湾玩一玩？你有曾经需要卧底成比较美艳的角色或什么去？有，之前我去有要去色诱接近诈骗集团，然后我就去学高尔夫球，因为他是高尔夫球教练。哇！
高尔夫球教练本身是诈骗集团，对，我就是这怎么可能？ 5辆跑车，对啊，一个有5辆跑车的高尔夫教练，他是诈骗集得到团，什么资讯？他诈骗的证据吗？他怎么骗？有啊。他用什么方式？他骗谁？怎么骗？骗好像是银行，在网络上面银行那种诈骗吧，这可能要查一下，因为我是里面的演员。哦，你是所以演员不止一个演员，你们也弄成一个反诈骗的诈骗集团。应该说，对我这样好像算诈骗他，算诈骗啊？对，但是为了反诈骗的诈骗集团，对，就是因为你们毕竟不是演员，但是比如说每次遇到案件的时候，如果你们也要出去演一下的时候，你们自己会不会笑场，或是会不会觉得尴尬？我是因为我刚好是戏剧系的，所以我好像很自然，有时候心跳会加速。但还是呢，会不会很开心？营救在角色里面，好像蛮开心的，可以角色扮演不同的人生。对，你有遇过在你的职业生涯里面遇过很感人的事情吗？有，就是之前有一个癌症末期的委托，然后他是完全没办法讲话，他就从头到尾都跟我用写。他委托什么呢？都癌末了。他就写在纸上，写说他想要找他的初恋情人。哇。然后太特别了，对他完全就是他也不能喝水，好像是口腔癌。多大年纪了？大概70几岁。70几岁的老贝贝找他初恋情人，对，他就给我了一张这个初恋情人的资讯，然后最后大概找了1个多月吧，因为这个女生其实改了3次名字，所以我现在都会跟大家说，如果你希望你的初恋情人找你，不要换名字，千万不要换电话，不要，对，不要都改几次，千万不要回来找我，不要换号码。然后呢？后面找到的那一天呢，我的调查员打来就跟我说，哇，好感人哦，就说怎么了？然后这个初恋情人他在面店卖面，他就说，哇，我也找他很久了，哇塞，所以你等于完成他的一个心愿，对，当下蛮感动的。我们还把那个 LINE 的头贴给这个委托看，他看很久哦，他眼眶还泛泪，然后就在纸上写说他变胖了，直男，这个就是直男。这个算是感人的故事。他们2个会有见到面吗？还是有他们真的有见面。谢谢菜子带来一个这么戏剧性很够的啊，戏剧张力极好的。今天3位花木兰对吧？真的非常的精彩啊！祝你们工作一切顺利啊，车子不要再撞到了，好不好？啊，演技越来越精湛，好不好？女王大人，下次见 ，See you， 拜拜。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